有人声称，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演训时，遭遇美军的电磁压制，北斗卫星全部失灵，战机和军舰全部黑屏。这样的谣言，有谁相信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近日，一位自称可以进入美国国防部战情观察室的华人，在大肆传播中美对峙内幕。他透露说，当佩洛西飞机起飞之后，美军的卫星及航母和飞机开启了战术电子屏蔽。当时在海峡附近的中国方面，有数架战斗机和军舰全部黑屏，战斗机飞行员明语与中国基地通话，要求返航，飞机仪表全部归零，军舰仪表也全部归零。作者甚至还总结称，从此看出中美战术技术和装备极端悬殊，即使是中方想半飞拦截，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中国大陆军演要在4号开始，原因是美国这天解除了电子封锁，否则中国军演时连导弹都无法发射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个谣言中所声称的美国电子战实力非常强大，卫星、航母和飞机都具有战术电子屏蔽能力，是这么回事吗？首先，他说的中国的北斗卫星遭到干扰，被谁干扰呢？暗指美国的星链系统对中国的北斗卫星实施了干扰，最终呢，让北斗卫星全部失灵。这样的谣言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这样的夸大星链的能力的谣言呢，已经就满天飞了。甚至呢说，星链不但能够实施电子干扰，而且能够反导。只要俄军的战略导弹一飞起来，立刻他们就可以实施拦截。现在呢，他们又能够对中国的北斗卫星进行电子干扰了，这个可以说是胡说八道。马斯克的星链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简单的讲，就是一个在天上的手机通讯基站，甚至呢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能飞的 WiFi。它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。如果把什么电子战的设备、反导的设备都装上去，它的个头必然会非常大。姑且不论美国人有没有这样的技术，即使有这个技术，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系统、设备和功能都整合在一个卫星上。而马斯克他们研制的星链系统，一次发射可以释放60颗星链卫星。那么显然，这个星链卫星是非常小的，它的主要功能无非就是转发通信信号。它没有眼睛，也就是说它没有光电探测设备，没办法看外界的情况，更不要说看地面的情况了。它只有耳朵和嘴巴，也就是说，它只能收听和传话，其他的能力是不具备的。这位所谓的华人还暗指中美的战术技术和装备水平差距悬殊。如果他们不撤除电子干扰，那么中国的导弹就根本没办法发射。这个又是胡诌八扯。而类似的谣言，其实在1996年那次大演习之后呢，就有所流传。电子干扰是万能的吗？非也。它能干扰地对地弹道导弹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地对地弹道导弹它的主要导引方式是惯性导航，而惯性导航呢，技术一直也在不断升级，因此仅仅靠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导弹都干扰掉的。何况美军的现在的电子对抗能力是否比中国强？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年来陆海空三军包括火箭军，我们的电子对抗水平和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总体而言，中国没有拦截佩洛西的专机，主要是基于避免发生中美两个大国直接对抗的局面，而且呢，也符合我们防守反击的传统思维。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在装备技术水平方面比中国军队有什么优势。因此，上述谣言的传播其心可诛，而且它传播的时间节点正是在中美解放军
环绕台湾岛展开大规模的演训行动时出现的。对其源头，我们一定要深究；对制造和散布谣言者，必须给予惩戒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